天际血色翻滚，万里山河骤然静止。修仙大学后山，万魂幡现世，仿佛连星辰都在颤抖。传闻中，这是能震慑天下魔头的至宝。我要让世人知道，正道、魔道、散修，所有人的恐惧，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苏晨，你昨晚去后山干什么？有人亲眼看到你在那里布阵。后山？他承认了，他真的在后山布置了魔阵。不是魔阵，是我新买的全息普法头选仪在试运行。我提前向教务处报备过了。顺便我给你们普及一下修仙公共区域使用规范第3章第7条。哥们儿，你快别普法了，论坛都炸了，说你是魔道卧底，准备血祭全校。我血祭？我连杀鸡都不敢，我血祭什么啊？等等，这已经构成诽谤了。根据修仙界名誉权保护法，造谣传播达到一定范围之后，还可能涉及进一步的法律责任。啊，他为什么3句话不离法律？这绝对是魔头在伪装。这位同学，你的逻辑有严重漏洞。如果我是魔头，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普法？让你们懂法，然后来告我吗？检测到宿主行为被误解为魔道行性，恐惧值加78，怀疑值加92。又来，请在24小时内让至少50名师生对你的魔头身份深信意志。任务失败惩罚，修为归零。我不，我苏晨就算饿死，从这里跳下去，也绝对不会当什么魔头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商量一下。那个，大家要不要继续听我讲讲反魔道渗透法？苏晨，你变了！你以前都只讲学生权益保护法，现在居然开始讲反魔道渗透法了。你果然是魔头，想研究怎么反侦查。浩然，你是我室友啊，你难道不了解我吗？就是因为了解你，我才确定你太正常了，正常到不正常。什么意思？哪有好人天天研究法律的？那是你们不学好。24小时，让50个人相信我是魔头，这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。温馨提示：宿主目前已有23人相信你是魔头。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原因：你居然知道反魔道渗透法针对卧底行为的条款细节，这也能算？孟浩人甲。原因：你对法律太熟悉，不像好人。这学校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教务处王老师。原因：你半夜前往后山的行为过于可疑。食堂李阿姨。原因：你今天打饭时说要合理合法的获取更多蛋白质。够了够了，别念了。等等，系统要求的是被误会成魔头，也就是说，我不需要做坏事，只要别人觉得我是魔头就行。系统无法判定宿主意图，只检测外界反应。原来如此。如果我做的事完全合法，但别人自己脑补成魔道行为，那不就等于任务完成了？逻辑成立。系统，你让我当魔头对吧？是的，终极目标培养令天下闻风丧胆的绝世魔头。那好，我就当一个守法合规、按时纳税、从不闯红灯的绝世魔头。比如我现在申请成立一个社团，关于申请成立魔道研究兴趣小组的请示，严格按照学校社团管理办法，所有流程全部合法合规。你猜校长看到会怎么想？这学生要干嘛？他会不会怀疑我已经暗中发展了组织？会不会怀疑我在做合法性的报备？分析中，会，极有可能会。那我违法了吗？没有。重新评估宿主危险性，评估完成。宿主可能比历代所有魔头都更危险。过奖过奖。那现在我们去写社团申请书吧。我是不是绑定错人了？苏晨，你来干什么？校长好，学生苏晨申请成立一个新的学生社团，这是申请书，请校长审批。哦，申请社团啊，吓我一跳。什么社团？
又是什么修仙宝法协会？不是，我想成立的是魔道理论研究与实战模拟兴趣小组。你说什么？魔道理论研究与实战模拟兴趣小队，简称魔研社。苏晨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魔道，这是正道修仙大学。孟主任，请您注意措辞。我申请的是魔道理论研究，不是魔道实践。修仙界历次正魔大战的经验表明，不了解敌人就无法战胜敌人。我的社团宗旨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，系统梳理魔道发展脉络，剖析经典魔功的破解方法，为我校乃至整个修仙界的反魔斗争提供理论支持。所有研究都严格遵守修仙界学术自由条例，不涉及任何违禁功法实际换练。苏晨啊，你这个想法是好的，但是你最近的名声……校长是说那些说我是魔头的传闻吗？清者自清，正因为有这些不实传闻，我才更应该用学术的方式证明自己对正道的忠诚。对，那我这份申请是按流程走，还是您直接特批？按流程走。多谢校长，那我先告辞了。10个工作日内我等通知。校长，他这是在信我们吗？不，比心比更可怕。他在用规则告诉我们，他做什么都是合法的。那他要是真的成立了社团，召集全校教师开紧急会议，议题是如何阻止一个合法的魔道社团在正道大学成立。恐惧值加99，来自刘校长；恐惧值加88，来自孟主任。任务完成，完成度128%，已创建新魔本，合法合规型魔头。我去，浩然，你已经我去6遍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自己看。别人当魔头偷偷摸摸，他当魔头打申请报告。最骚的是校长还没法拒绝，因为他的申请书完全符合规定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我早上才交的申请。兄弟，重点不是他们怎么知道的，重点是你真的交了申请。我为什么不能交申请？我说了，那是学术研究社团，研究魔道不像赶组，研究魔道不叫学术，难道研究怎么做饭叫魔道？喂，苏晨学长吗？我是大一的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魔研社还招人吗？首先，我不是搞魔道的，其次，那个社团还没批准。我懂，不能留下文字记录。学长高见，我等你消息。恭喜宿主获得第1位准追随者。合法魔头模板正在加速传播。浩然，你说我现在退学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退学需要社团负责人签字，但那个社团的负责人就是你。所以我把自己困住了。昨晚没睡好，梦里全是系统提示音。哥们儿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气氛不太对？习惯了，从昨天帖子发出来起，我就是校园顶流了。苏晨学长，求您收下我！你谁啊？你先起来。你是昨晚打电话的那个？我是昨晚给您打电话的大一法器械赵元宝学长。我从小就是看魔道故事长大的，绝世魔尊、万魔之皇我都倒背如流。你搞错了，我不是魔道中人，我是守法修士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种表面手法、暗中布局的气质。学长您太强了。他是不是理解能力有问题？不，他是对你的理解太深入了。你越解释，他越觉得你在掩饰。对，真正的魔头从不承认自己是魔头。行，你说你想加入魔研社对吧？那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修仙大学学生社团管理办法规定，社团成员必须满足什么条件？反魔道渗透法第9条第3款对参与魔道组织的定义是什么？学长，
我不知道。所以嘛，元宝同学，想做魔道理论研究，首先要懂法。我推荐你先去读一读修仙入门法律常识，再来找我。对了，读书笔记要写3000字。我明白了，学长这是在考验我，我马上去图书馆。苏晨，你刚才是在劝退他，对吧？对啊。他全程没拒绝，只是提高门槛，这不就是魔道收人的经典招数吗？高，实在是高。你们3个要不要也来读一下法律？兄弟，接受现实吧，在这个学校，你呼吸都是不举。恭喜宿主获得第1位考核中追随者，恐惧值加199。你正在用最合法的方式完成最魔头的效果。谢谢你，并没有被安慰到。经过比试，本周前往灵虚秘境修炼的名额归属林云飞。多谢各位承认，灵虚秘境里的那株9叶灵芝，我林某就却之不恭了。发布魔头系统任务，抢夺机缘。请在3天内获取9叶灵芝所有权。任务奖励：修为进阶，失败惩罚当众裸奔。怎么了，哥们儿？脸色不太对。浩然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人合法的从另一个人手里拿走一个东西，这算抢吗？合法的当然不算抢啊，但问题是人家凭什么给你？是啊，凭什么？如果他心甘情愿呢？你又要干什么？苏晨，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又要搞什么伏法宣传？林师兄，恭喜获得名额。不过我想问一句，你对9叶灵芝了解多少？当然了解，9叶灵芝300年份，使之可增进修为一个小境界。那你知道9叶灵芝的采摘规范吗？根据《仙盟灵药管理条例》第10条，采摘300年份以上天材地宝，需要灵药采摘资格证。第21条，采摘前需向当地灵药管理协会报备，获得采集许可。第36条，采摘9叶金枝这种濒危灵药，需要额外提供可持续采摘方案。林师兄，你现在面临3个问题：第一，没有报备，采摘行为属于违规，灵芝可能被仙盟没收；第二，没有可持续方案，你可能被列入破坏灵药资源黑名单；第三，这些东西办理周期至少半个月，等你办下来，名额早过期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有个提议，我恰好有灵药采摘资格证，也熟悉报备流程，方案模板我这里有现成的。如果你愿意把灵芝所有权让给我，我可以帮你完成所有合法手续。你想抢我的灵芝？不是抢，是交易。苏晨师弟真是个好人，不仅帮我解决了合规问题，还多给了灵石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以后就是灵药可持续采摘项目技术顾问了。他把你卖了，你还帮他数钱？什么又卖了？这是合法交易。苏晨师弟还给我科普了反魔道渗透法，这人简直是我见过最守规矩的修士。你明明帮了他，为什么大家都在害怕你？因为这些人不学法律，当你发现规则是这样写的，对方做的天衣无缝，你只会觉得这个人什么都能合法的做到。你这觉悟确实挺吓人的。任务完成，获得9叶灵芝所有权，恐惧值加333。恭喜宿主解锁成就，合法截胡。谢谢，但下次能不能换个正常的任务？圣女，你已经看这个直播3天了，这个苏晨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有趣的人。青鸾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魔头，他的所有行为都符合正道规则，那他到底是魔头还是正道？申请社团手续齐全，灵芝转让用的是合法协议，讲反魔道法的时候比仙盟执法者还专业，那不就是好人吗？问题就在于一个好人为什么会让所有人恐惧？因为恐惧他的人自己心里有鬼。正道习惯了以力服人，魔道习惯了无法无天。苏晨偏偏用了第3条路，规则之内皆是自由。所以圣女觉得他不是魔头。我不知道，但我确定一件事，这个人正在动摇修仙界几千年来正邪不两离的根基。这种动摇比10个魔头加起来都可怕。圣女，您这话要是被仙盟听到，所以我要亲自去见他。圣女不可以，您是天玄圣地的圣女，怎么能去见一个疑似魔头的人？正因如此，我才要去。如果他是魔头，我会亲手镇压他。
但如果他不是，那我必须弄清楚真相。可是您的修为和气质，怎么藏得住？圣女，您什么时候学会的隐秘修为？从他第一次直播开始。苏晨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备驾，去修仙大学。哥们儿，你昨晚又直播到半夜，现在全校都在讨论你，你不累吗？累，但系统的任务不等人。今天什么任务？系统还没发新任务，但每次系统沉默，都说明他在憋大招。你别自己吓自己，说不定系统终于发现绑错人了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只会觉得我越来越符合魔头标准。赵元宝，学长，大新闻，咱班来了个交换生，而且是个超级漂亮的女修，据说还是某个隐士圣地来的，而且他点名要来我们班。我们班有什么特别的？有你呀，学长。冲我来的。气质不对。他就是苏晨。你就是苏晨同学吧？我看过你的普法直播。那你是来交流法律问题的？不是。我想加入你的社团。你说什么？我想加入修仙法律援助与政策咨询中心。哥们儿，圣地交换生主动加入你的社团。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？如何在现有规则框架内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由？他为什么知道这句话？很有深度的研究方向。加入社团要通过测试。题目：论正魔划分的法律依据与社会根源。3000字，引用不少于5部法典。可以。10天内交。不用，3天。你的直播和相关法条，我基本都看过。好，我等你的论文。哥们儿，他看你的眼神不一样，像在看一道有趣的谜题。有趣的谜题。检测到重要剧情人物江离接近宿主，真实身份天玄圣地当代圣女。宿主，你好像摊上大事了。天玄圣地圣女，堂堂圣女跑来当交换生。他正在对宿主进行近距离评估，评估结果可能影响天玄圣地对宿主的最终态度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他认为宿主是魔头，天玄圣地可能出手。但我不是魔头啊！魔头系统相信宿主，问题是他信不信？既然他来调查我，那我就让他调查个够。从出生证明到期末成绩，从社团申请书到每一份合同副本，我要让他看到真相。宿主，你可能是第一个用证物公开对付卧底的魔头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魔头。对，你不是，你只是想用信息公开的方式，让一个卧底圣女怀疑人生。辛苦了。不过在你交论文之前，我想先给你看一些东西，我的个人档案。这里面有我的出生证明、户籍登记、历年成绩、税务记录和信用评级报告，你可以随意查阅。你连灵药交易都不收？法律规定要报的，不报税不是违法吗？宿主，你可能是第一个用证物公开对付卧底的魔头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魔头。对，你不是，你只是想用信息公开的方式，让一个卧底圣女怀疑人生。修仙信用分987分，上学期帮同学处理合同纠纷加了分，义务普法也加了分，所以比较高。整个修仙界化神期以上修士的平均信用分都不到600啊？他们不闹税吗？不是税的问题，很多高阶修士根本不在意信用体系，他们认为力量就是一切，规则只是约束弱者的东西。这不对啊，规则是约束所有人的，力量越强，越应该遵守规则。宿主，你可能是第一个用证物公开对付卧底的魔头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魔头。
对对对，你不是，你只是想用信息公开的方式，让一个卧底圣女怀疑人生。苏晨，你知道这句话有多危险吗？你否定的是整个修仙界存在了几千年的特权体系。这不是我说的，凡修士不论修为高低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。那只是写在纸上的，那就应该被执行。你果然和传闻里一样固执。论文我交了，档案我看完了，现在我能加入社团吗？宿主，你可能是第一个用证物公开对付卧底的魔头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魔头。对对对，你不是，你只是想用信息公开的方式，让一个卧底圣女怀疑人生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江离同学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？因为我在找一个答案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守规矩的人到底能不能赢？那你可以继续观察，我还没赢，但我一直在试着赢。好，那我就留下来，看着你赢或者输。太感人了。感人什么？你没发现吗？他刚才握手的时候，脉搏跳得比斗法还快。宿主，你可能是第一个用证物公开对付卧底的魔头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魔头。对对对，你不是，你只是想用信息公开的方式，让一个卧底圣女怀疑人生。重要剧情人物江离好感度加50，检测到圣女与魔头之间产生不可描述的微妙化学反应。你给我闭嘴！收到。宿主，你用档案公开这招，确实让他的怀疑值降下来了，但他好像对你产生了别的兴趣。叮，你能不能别总突然叮？大半夜很吓人的。主线任务第2阶段已解锁。宿主，你可能是第一个用证物公开对付卧底的魔头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魔头。对对对，你不是，你只是想用信息公开的方式，让一个卧底圣女怀疑人生。主线任务第2阶段已解锁，任务名称：炼制魔道至宝万魂幡。万魂幡，万魂幡，魔道10大至宝之一。炼制方法：收集1万条生魂，封印于幡中，生魂越多，威力越强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杀1万人？传统炼制方式确实如此，但魔头系统不限制宿主操作方式，只要最终成品具备核心功能，即视为完成任务。第一，可容纳大量神识或魂魄类存在；第二，可驱使其进行或战斗；第三，外观符合万魂特征。容纳神识驱使战斗，外观像万魂幡。宿主，你可能是第一个用证物公开对付卧底的魔头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魔头。对对对，你不是，你只是想用信息公开的方式，让一个卧底圣女怀疑人生。等等，生魂的定义是什么？脱离肉体的修士神识即为生魂。如果修士自愿分离一缕神识寄存呢？理论上算神识抵百地弹。神识是修士自己的东西，所有权包含处分权。既然能处分，那就能转让、出售、抵押。如果修士急需灵石，把神识抵押给我换资源，我就能够获取他们的神识，这叫神识交换。理论上合法，而且会非常成功。修仙界有大量急需灵石的底层修士。宿主，你可能是修仙界第一个用金融创新炼制万魂幡的魔头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不是魔头。你是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再次提醒宿主，万魂幡任务时限为3个月，传统炼制方法需要1万条生魂，建议宿主万魂幡的核心是什么？容纳并驱使大量魂魄类存在，以此为敌。魂魄哪里来？有规定吗？没有明确规定，但修仙界常规做法是抽取生魂。我关心线做法，我问的是你的判定标准是什么？判定标准1：万魂佛石需有1万个独立意识体。判定标准2：这些意识体可以被宿主驱使，具备与传说相逢的威慑力。独立意识体不一定是人的生魂、妖兽、灵体、人造意识，都符合条件。宿主，你又在想什么？哥们儿，你又要搞什么大项目？灵宝炼制规范里对法器内部器灵数量有限制吗？没有数量限制，但正常法器只有1个器灵，
多了会互相冲突。那如果有办法让他们不冲突呢？不是主从事，而是每个器灵独立运行，但共同完成一个目标。你不会是想在一个法器里塞10000个器灵吧？一个一个练当然不可能，先练一个标准空白器灵，再用复制阵法批量生产。理论上好像真能做到，可记忆碎片从哪儿来？从我的无法直播里来。每一条弹幕都是独立的思想表达，愤怒、恐惧、崇拜、质疑，全都是真实情绪投射。你要用弹幕练万魂幡？公开信息合法，无生命伤害合法，复制阵法技术可行。魔头系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魔头系统选择沉默。学长，这些就是你说的弹幕器灵，他们会说话吗？会，你听。苏晨绝对是魔头，我有证据，他居然懂反魔道渗透法的每一条。主播说的都对，但为什么我听着这么害怕？因为你心里有鬼。我就觉得主播是好人，好人会申请成立魔道社团，好人就不能研究魔道了？你这是偏见，你才是被洗脑了。你的万魂幡会自己吵架，传统万魂幡的核心是镇压与驱使，而你的不是。万魂幡是监狱，我这个是论坛，我不需要镇压他们，他们自己就能形成动态平衡。历史上最强的万魂幡持有者用了10年才让10000条生魂听令，而你只用了1周。不是技术，是你对秩序的理解比历代所有魔头都深刻。他们用恐惧维持秩序，而你用规则。恐惧会消失，但规则不会。江离同学，你今天话有点多，而且你刚刚提到了圣地古籍，一般交换生也能看到圣地古籍吗？当前器灵数量7200，威慑力达到标准60%，这是魔头系统见过最吵的万魂幡。吵就吵吧，总比哭好。当10000条弹幕同时释放时，敌人会在交战前遭受持续精神干扰。恭喜宿主开创万魂幡新流派弹幕流。起！合法，合法，不合法，合法！这是好人，好人，是苏晨，他练出了万魂幡。起！合法，合法，不合法，合法！这是好人，好人，是苏晨，他练出了万魂幡。测试成功，任务完成，万魂幡炼制成功，恐惧值加999，模板名称合法合规型魔头弹幕特化版。确认了，3天后山检测到大规模魂魄变动，至少10000条，与古籍记载吻合。苏晨真的练出了万魂幡。调查最近3个月失踪人口，没有异常，没有魂魄被盗的迹象。他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。弹幕，所以他把万魂幡变成合法旗帜，单独操作不违法，合起来是绝世魔头履历。圣地不应与苏晨为敌。他就是苏晨，万魂幡持有者。修仙联盟把你列为甲级关注对象，虽无违法，但具有潜在危险性。你知道正道那边现在叫你什么吗？什么？合法魔尊。什么？合法魔尊。仙盟执法队专门开了个研讨会，研究怎么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对付你。结果讨论到一半，整个会议陷入哲学困境。他们终于开始思考了，思考规则到底有什么用。如果规则只能约束好人，那规则就是废纸。你说这话的时候，真的很像一个魔头。为什么？因为普通人不会把改变世界规则当成目标。也许吧。对付筑基期，他们竟然出动3大掌门！别出去，那是3才困龙阵，化神期都破不了。不装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戳穿我？你在观察我，我也在观察你。观察结论，你不是来害我的，这就够了。苏晨，你炼制魔道至宝万魂幡，收拢坠俗者，传播魔道思想，还不认罪？认罪？我没有罪，认什么？万魂幡就在你手里。这是我合法炼制的法器，已在仙盟法器管理科登记，编号114514。就算法器合法，你收拢追随者，建立势力，也是魔道行径。修仙法律援助与政策咨询中心，学校正式注册学生社团，指导老师是法学院副院长。你直播传播魔道思想，蛊惑人心。法器持有者法律责任，全部录像存档，欢迎逐帧审查。如果有任何一条违反仙盟法律，我现在就认罪。你钻规则空子，比直接违法更恶劣。规则空子也是规则的一部分。如果你们觉得空子太多，
该改的是规则。我不跟你辩论，修仙界靠实力说话。今日我等替天行道。一剑，你干什么？师傅，不能动手。他没有给我灌迷魂汤，他昨天说流程走完随时奉陪。谢谢。我不是帮你，我是帮一个愿意守规则的人。天玄圣地的圣女，你也要保她？我不是来保她的，我是来替她作证的。她没有杀过一人，没有违过一次法，没有害过无辜。各位掌门，今日你们围攻我，是因为觉得我危险，但我从未违法。规则还有意义吗？如果规则没有意义，正道和魔道又有什么区别？你们一直说我是魔头，但我做的所有事都在你们制定的规则之内。如果遵守规则的人是魔头，那只能说明一件事：你们的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。他说的对。真人，不能动手了。今天杀了苏晨，明天整个修仙界都会说正道联盟杀了一个守法的人。